宝子们，欢迎回到 Roy 上的频道。提到洛杉矶，你会联想到什么？是遍布丧尸的 GTA 罪恶之都，是拥有着绝美夕阳的La La Land浪漫之都，还是湖人、好莱坞、嘻哈为代表的文化之都？这次我们将从交通、景区、人文、食物等多种角度，一起了解美国西海岸不一样的天使之城洛杉矶。我现在到美国的第二天，其实还在倒时差，现在是晚上10点半，快11点了，然后就困得不行。我平时其实夜里边3、4点、4、5点睡都不觉得困，睡觉了以后4点多可能又醒了，这就是时差的影响。但是呢，也不用太担心，前几天早晚会比较难受一点，最多1个星期就没事了。如果睡不着，早点起来，好好享受一下好莱坞的清晨吧。进到这个杜比剧院的大堂，就能看到从1970年开始，每一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影片的片名。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了吧。中国剧院的人气真的超旺，我们看地砖上有没有我们认识的明星。这里是科比的手印和鞋印，汤姆汉克斯、威尔史密斯，中文赵薇、黄晓明挨着的冯小刚。这吴宇森的地砖居然在正 C 位啊，完全的 C 位，太厉害了！我找了一圈成龙的砖，我没找着，结果没想到他是在门口正 C 位最前面。哇，成龙那个手，跟我差不多大。我发现我跟科比是一样高的，甚至我还比他稍微高了一点。怎么说呢？好莱坞大道确实充斥着星光，这儿呢也是洛杉矶的必逛景点，但是我依旧觉得这里是被高估了。除了满大街恶心人的大麻味以外，如果不想给小费，那么还要提防那些主动跟你打招呼的人。Photo. I want to make money. Didn't see you. Thank you. Yeah, so sexy. Take a picture with us. No, thank you. No, thank you. Let's do a selfie. You should get a picture with us. No, thank you. It's fine, thank you. 来洛杉矶之前呢，听到这么一种说法，就是洛杉矶如果不租车不打车，那么将寸步难行。我偏不信这个邪，给大家带来2种我认为可以考虑的公共交通方式。Hi, excuse me, how much is that for the sightseeing? It's $51 for $51. So how long does it take? Right now we are stop number 1. You get the red bus and the stop number 7. Okay. If you want to go to Santa Monica, Okay. you can make the Santa Monica bus. So these are all included. Yeah, all. Okay, so if I want to take this tour, I just give you the money and. Yeah, you can pay right here and then I give you the ticket. Okay. So what time do you set off? I leave at 10:45. 10:45 every day, right? Okay. 如果你时间紧、任务重，那么我想这种观光巴士应该是洛杉矶最佳的一日游方式。但是如果时间充足或者预算有限的话，靠公共交通可能更具性价比。我在洛杉矶1星期的时间，基本全都是靠公交、地铁，总花费只有不到20美金。如果全打车的话，应该至少在150美金以上了。我这2天坐了好几回他这儿的 B 线，传说中最不能坐的线，但是
给我的感觉是这儿的地线可能比伦敦的地铁还要更干净一点，那伦敦的地铁更脏。当然，公交地铁有利有弊，我后续会专门做一期视频给大家唠唠洛杉矶让人又爱又恨的公交地铁。好多人都专门跑去打卡好莱坞的标，但实际上在好莱坞大道就可以看到好莱坞的标。这个地方叫做 Ovation Hollywood， 是杜比剧院旁边的一个购物广场。点一杯咖啡，闲坐一会儿，很是惬意。当然，如果想更近一点的话，相比徒步爬好莱坞山，我这种懒人更推荐好莱坞湖公园。如果有车，可以直接开过去；如果像我一样没有车，公交也能到山下。往好莱坞湖走的这段路上，你就能看到周围这些人住的房子，有很多超可爱、超级有那种欧洲的 feel。比如我后面现在这个房子，就感觉像一小城堡一样，真漂亮。到他们那山上，我就没见着任何一个徒步的人，我是唯一一个徒步在往上爬的。但是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他们这块每一个房子都很不一样，所以一路上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房子，再加上这时候又是万圣节，所以他们做了很多万圣节的装饰。上来之后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拍照了，因为后面就是好莱坞的标了。哇，其实我后面好莱坞这标已经很近了，但我这是个广角镜头，所以看的好像还挺远。其实好莱坞公园呢是特别小的一块草坪，旁边就是好莱坞水库，所以周围呢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特别适合来野餐和放松。哇，这小公园太 nice 了吧！还有小狗狗在跑。Lake Hollywood Park， 打卡。往下山走的时候，看到了火烧云，而且是粉色的，超级漂亮。当说起洛杉矶的夕阳和夜景，我脑子里第一个浮现出的地方一定是《La La Land》的取景地——格里菲斯天文台。坐这个 Dash 的车可以免费的上山，直接到这个天文台门口，正好赶上了夕阳啊！哇，这太阳马上就下山了，天哪，好漂亮，好漂亮！千万不要在太阳下山之后就立刻走了，因为这面最棒的时刻就是太阳下山以后的10分钟、20分钟，天空简直是太美了。就是这种渐变，从红色到蓝色之间的大自然的过渡，真的是超级美，而且每分每一秒都不一样。夜幕的降临让整个洛杉矶褪去了白日的忙碌，披上了一层凝密又深邃的光影。晚上其实在格里菲斯天文台不一定非得逛，我现在就找了个地方坐一下，其实看一看夜景也很舒服。对了，天文台是真的会展出很多天文知识的哈，而且如果你愿意，还可以亲自使用天文望远镜看看繁星真实的样貌。当然，洛杉矶的夜也不仅如此。我其实很喜欢洛杉矶的夜，很多朋友出于安全考虑，夜里很少出门。我呢，仗着自己人高马大，所以晚上也喜欢瞎逛。而相比深夜的灯红酒绿，我更欣赏下面这个地方。
位于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门前的城市之光。这组装置由202根全部来自于20世纪20到30年代的南加州街道的复古路灯组成。这里白天可能是复古优雅，而晚上却散发着迷人的浪漫气息。这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真的要晚上来，这开了灯以后还是很不一样的。其实除了这组城市之光，洛杉矶的艺术氛围还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洛杉矶市中心的高楼林立和我刻板印象里美国城市的样子一模一样，但这座落成于2003年的迪士尼音乐厅却让我嗅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这座由世界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的音乐厅，将现代艺术与建筑完美的融合，像一件静止的交响乐，演奏着洛杉矶市中心的艺术篇章。而它的外墙由波浪形的不锈钢板覆盖，在阳光的作用下，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场视觉与艺术的盛宴。你会为它驻足吗？迪士尼音乐厅旁边就是 The Broad 艺术馆，划重点，免费的，你敢信吗？ Hi, excuse me, do we need a reservation for Yes, you this? do need a ticket. Just scan this and make a reservation, and then go down there once you have it. Okay, but this is free, right? It's free, yes. Okay, thank you. The Broad 博物馆的外观被称为面纱与金库，白色蜂窝状的外立面像轻盈的面纱，既保护建筑内部，又允许自然光进入，十分的现代，而且引人注目。而内部超过2000件当代艺术作品，使得这里成为美国西海岸最大、最重要的现代艺术收藏之一。这博物馆进来之前会要求我们把包放在前面，这样以防我们背在后面碰到它的艺术品。这张图跟我去迪拜的时候看到的样子就是一样，因为当时我在迪拜帽的2层往楼下看的时候，就都是穿这种白帽的这种白衫的人。The Broad 涵盖了1950年代至今的重要艺术作品，抽象表现主义、波普主义、极简主义，各个流派都有展出。有很多人在排队，就是里面的星空的那个房间，但这个呢要提前预约，像我们今天临时来的话就完全没有名额，就今天已经卖光了。看不到其实也没事儿，可以到旁边的现代艺术馆逛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有一个关于环保主题的展，这儿呢搭建成了一个个小的场景，你可以坐下一边休息一边听那些或许会成为真实的故事。他这种采访有一种就是他们在跟我们说话的那种感觉，但这种形式很好，因为本身这种环境就是有一种跟他们在一块那种感觉的环境。市中心逛完艺术馆，其实可以顺路去看看天石铁路。注意是顺路去就行，没必要特意去，因为这天石铁路上下前后也就是1分钟左右，当然也不贵，$1。反正我们没坐，从那个楼梯也能走下去。坐的话，很多人就是为了要出片儿嘛，但是这个我看了看，来回的车人都非常多，几乎都是坐满的，所以你想出片儿好像也比较有难度。相比天石铁路，我倒是更推荐旁边的中央市场吃吃喝喝，然后到最后一家书店逛逛 ，The Last Bookstore。哟，这还是那个老友记那个 Matthew Perry。哇，这边有黑胶，这我还真这在国内很少见这种店。当你以为它只是贩卖书籍唱片的时候，到2楼你会发现它对细节的精心布置会给你一个个惊喜，这种天马行空的感觉。用装饰做得很棒，当然也有可能是惊吓。这恐怖的这书，这外皮看着就很恐怖，我都不敢看它。靠，才发现这还有个娃娃，也是有点恐怖的呀。当然，这种惊吓跟书店外成群的流浪汉大军相比还是有差距的。不吹不黑哈，虽然从新闻上看到过很多美国流浪汉的消息，但是当我去探索他们的聚集地的时候，还是有点让我震撼到了。马路对面那边就已经都是垃圾了。他卖的是什么东西啊？是大麻吗？有点吓人，实在不行咱就上车赶跑。他鼻子都很不舒服，因为一直在闻到各种大麻味儿、尿骚味儿、垃圾味儿、各种馊了的味儿。所以呢，与其在市中心乱跑，不如到富人区的盖蒂中心继续我们的艺术探索。盖蒂中心是我第一回见着有做安检的，
居然有检查大家的包，来做这个 tram 都是免费的。它这个 tram 的这个高度有点矮，然后我这头都顶住了，也就2米高。盖蒂中心取名自20世纪石油大亨 J. 保罗·盖蒂，得益于他留下了超90亿美金的盖蒂信托基金。盖蒂中心于1997年正式建成并免费向公众开放。论巡台的上面居然是有一抹彩虹照的，很漂亮。Hi, excuse me? It seems like a very big museum, so I'm confused like where to start. And... We're here. Yeah, we're here. Uh-huh. And Each of these pavilions have a different age. Like the newest we have is in the West Pavilion. so it's like a time sequence? Yeah, well, sort of. Yeah, I usually suggest people start with the West, which is the newest, because to me it has the much more interesting things in there. Okay, like what? Well, upper level is all of the Impressionists. The second level now has a PST exhibit that is drawings that. How do you draw light with the dark? Okay. That kind, and also in the same building there is the irises. They've done some studies on them and the radiographs and X-rays and things. That's all in one room. 我逛下来之后，也是推荐从西馆开始逛，因为大名鼎鼎的梵高的鸢尾花就在这里。这馆不但有原本的鸢尾花的这个作品，而且它还做了它的工艺的解释，然后这边还做了一个原来的仿品。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仿品其实还原了原来的颜色，就是会发紫一点，但是现在展出的原品其实是比较偏蓝色的。据资料显示，盖蒂中心有超过12万件藏品，绘画、雕塑、摄影、手稿、版画，应有尽有。哇，这倒时差现在就跟这个人是一个状态。哇，他们这种作品太酷了吧！就是因为随着你的移动，它会呈现出不同样的形态，感觉像在动态的。实际它就是一个平面。但是呢，你在不同角度都能看到它不同的样子，感觉像一个立体的一样。我本身呢也不是一个非常有艺术天分的人，可能也创作不出来什么厉害的作品，但每来到这种艺术馆，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感受到一种平和和敬畏。每一件作品都像是某个时代的见证者，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连接着古老和现代。Are you ready? Let it bounce. 如果说洛杉矶是天使之城，那么我觉得 Santa Monica 一定是天使的乐园。运动、舞蹈、音乐、表演，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各自多彩的生活，这是我很喜欢这里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国内生活压力真的很大，大家已经习惯了紧绷。即使我们去到北海、三亚这样的海滩，也是比较难看到人们完全的松弛。而在这座建于1909年的 Santa Monica 码头，不论是当地的居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在尽情地享受当下。这种情绪真的很有感染力。当然 Santa Monica 作为洛杉矶必去的地标景区，还有着像66号公路终点牌、码头游乐园等等网红打卡点。而我最偏爱的是这里的夕阳。虽然我去的这天海上起了很大的雾，但是傍晚时分雾气散去，属于 Santa Monica 的浪漫充斥着黑暗前的每一寸光阴。好了，不知道看完本期节目，你对洛杉矶有没有新的认识呢？记得点赞、收藏、订阅我的频道。我是陪你一起看世界的 Roy 桑，旅程继续 ，See you on the way。